这个实习生刚入职1周，就当着全公司的面冲进我的办公室，问我晚上8点下班不给加班费，是不是在欺负人？是不是故意压榨大家？他不知道公司下午2点才上班，每天只工作6小时。他更不知道自己一嗓子喊出去，会把大家碗里的福利全喊没。老板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公司逼我们熬到晚上8点才下班，还1分加班费都不给。你在录像？当然要录，不录下来，谁知道你们怎么欺负实习生？先把手机放下。你入职当天，人事讲过员工手册。别拿手册吓我，别人公司都是5点下班，你让大家8点才走，就是占用休息时间。这些面试时都讲过，你入职的时候也签过字。等到2000块就能买走我们的晚上吗？还是你以为一顿饭就能让大家乖乖熬到8点？你这1周最早2点28到，最晚7点20走，实际到岗不到5小时。你要加班费之前，先解释解释自己的考勤问题。你看，老板一急就查考勤。他是你部门的人。是，我回头找他谈。不用回头，现在让他回工位。你不给交代，我就发出去，让大家评评理。你想发是你的选择，但别截掉前因后果。你怕了？我怕你误导别人，也害了同事。他这周打卡记录、员工手册签收遍，整理给我。好。那时我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新人的情绪问题，直到几分钟后，我看见他在办公区架起自拍杆，才知道他要的从来不是解释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就在这家公司。下午3点，大家都坐在工位上，晚上还要干到8点。老板刚才还拿考勤吓我，说我迟到早退，不认真工作。我承认我有几次没卡准时间，可这跟公司压不压人是2回事。难道员工晚来10分钟就活该被安排到晚上8点吗？李姐，你在公司这么久，最有发言权。你说每天8点下班，累不累？也不是说累不累，就是到家确实晚。我闺女上初2，我回去她作业都快写完了。听见了吗？这就是普通员工的真实生活，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不合理，是大家都不敢说。其实公司也有补贴是补贴，生活是生活，不能给点叉车钱就把人的晚上买断吧，这值当吗？张哥，你是业务骨干，你说句公道话，天天8点下班，影响不影响年轻人社交？影响肯定有，别人吃饭快散场了，我们才刚下班，这时间确实拧巴。对，就是拧巴。工作是工作，但我们打工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。不过下午2点上班也挺舒服。你们看，连业务骨干都这么说。这家公司让员工晚上8点才走，成年人下班也要生活，不能全拿来陪老板耗时间的。这是我们部门主管王主管，你说8点下班合不合理？秦月月，差不多行了，现在是工作时间。听见没？主管也只能说差不多行了，不敢说制度没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要保饭碗。大家帮我点点赞，让更多人看看这种晚8点下班的公司到底该不改。他剪得很聪明，只留下情绪，不留下事实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秦月月并不是一个人，她身后站着一群端着福利又嫌碗不够漂亮的人。家人们，老板出来了，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让我们晚8点下班的人。秦玉月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办公区禁止直播，也禁止拍摄同事工位和公司资料。你看，又急了，怕别人看到真相，就开始讲禁止。真相？你们都觉得晚上8点下班不合理？当然不合理，谁想8点才下班？大家不说是怕你。要是能早点见孩子。老板，5点下班的话，晚上出去办点事儿，见朋友，时间宽裕。大家可能就是想作息正常点。好，家人们听见了吗？老板松口了。既然大家都想恢复正常作息，那就按正常作息来。老板，你别只会口头答应，说话要算数。放心，会有干仗通知。即日起，公司作息调整为早上9点至下午5点，中午休息1小时。家人们真的改了。继续往下看。后面是公司内部流程，我先下播。总之今天大家看到了，老板已经改了。老板，交通补贴怎么取消了？交通辅助是为了晚上8点下班后打车，现在5点下班，公共交通正常，补贴依据没有了。那晚餐呢？公司不再统一提供，大家自行解决。取消就取消，谁稀罕那点小恩小惠？我们要的是自由。明天9点准时打卡，迟到早退，按手册执行。9点上班有什么难的？他赢了，至少在镜头里赢得很漂亮。只是他还不知道，有些胜利需要所有人一起买单。老板，通知真案今天开始执行。从明天起，财务这边把交通补助和晚餐供应都停掉。全部停？全部。制度改了，配套也跟着改。他们估计要炸。刚才要5点下班的时候，
没人怕这。这1个月下来，确实不是小数。以前公司付这笔钱是因为大家晚上下班不方便，现在方便了，就别让公司继续出钱。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缓冲期，缓一缓？比如这个月先发一半。他们要作息的时候没提缓冲，制度不是菜市场砍价，不能只挑自己舒服的那半边。老板，大家情绪有点大，要不要我去安抚一下？你刚才在直播旁边站了那么久，现在想起来安抚？客户对接表2点前给我，以后5点下班，晚上客户窗口谁接谁配份，写清楚。老板不是都改朝9晚5了吗？作息改了，客户没改，你是主管，这个道理要我教。好，我马上做。表格里写名字、写时间、写责任，别到时候出事谁都说自己不知道。老板，晚餐供应商那边我现在通知。通知，顺便把明天考勤规则发群里。明天9点，估计热闹。热闹没关系，账清楚就行。史密斯先生那边会不会有意见？所以我亲自定。公司内部怎么闹，别让客户替我们买单。老板，你也这么早？新制度第1天，总得有人先到。堵死了！地铁换乘排了3趟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打卡时间9点06分，迟到6分钟，6分钟也扣。按手册走。老板，我今天6点半就起了。看来以前下午2点上班，并不是坏事。9点14，我6点半就出门了。这早高峰是人过的吗？以前开车20分钟，现在地铁里脚都没地方放。昨天你说5点下班，晚上时间宽裕。我是说晚上，谁想到早上这么挤？老板，今天第1天，能不能先算提醒？你是主管，通知第1个该看清楚。不好意思，电梯太慢了。打卡时间9点57分。昨天你说9点上班不难，我又没说今天一定不堵车，这谁说的准？今天迟到名单出来了，李姐6分钟，王强28分钟，张伟14分钟，秦月月57分钟。扣这么多，太夸张了吧？手册签过字，你们都同意了。他们已经忘了，过去2年避开的早高峰，也是公司福利的一部分。要正常作息，那就接受早高峰。28块，就这点菜。以前公司晚饭3菜1汤，我还嫌土豆丝切的粗不入味。你别提晚饭，我刚算了，交通补贴2000没了，晚饭按1天25算，1个月500-600，加起来快3000。我闺女补课1个月2000多，现在正好没了。都少说2句，通知已经贴了，老板这次不像开玩笑，是跟我们来真的。谁开玩笑了？昨天说要5点下班的时候，你也没反对。我那不是看大家情绪都上来了吗？情绪能还房贷吗？你们怎么又算钱？我们争取的是正常作息，不是那点补贴。别这么快被拿捏住，我们得坚持。你当然不起，你实习生住得近，家里也不用你还车贷，我车贷1个月3000多。那也不能因为车贷就接受不合理制度。以前下午2点上班，我早上能送孩子买菜，晚上打车回家半小时。现在早上6点多出门，5点挤地铁，到家也不见得早。适应几天就好了，这不是刚开始。钱也能适应回来。账算清楚了，补贴和晚餐本来就是晚8点下班的配套，你们要改作息，公司就按新作息重新配套，这个逻辑不复杂，很好理解。老板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，你们只是以前没把福利当成本。客户对接表下午2点前给我，以后5点下班，晚上客户窗口谁接，别等出事再问，全都交接好。好，我马上做。写清楚再发。少掉的比我想的还多。这顿盒饭突然贵了，贵了好多。福利在的时候，没人觉得那是公司多给的，等它变成账单，他们才发现免费的东西一直有人在付钱。大家别忘了正常下班，别再被工作绑架。张伟，史密斯项目今晚如果有消息，你先留意一下。王主管，现在不是5点下班吗？我晚上约了人办车贷材料。那我先盯一会儿。我也真不行，我女儿今晚补习班要接，既然改了朝9晚5，就别5点以后还找人。货物卡在口岸2小时内签字清关文件，否则退运。小孙，怎么了？这是史密斯的货卡住了，2小时内回传。按流程应该在，但最终签字版是张伟跟的。文件在共享盘吗？没有最新，这个文件面也太乱了。打给张伟，再打负责300多万项目的人。他关机了。那王强呢？
打。小孙，怎么了？王强，你在哪儿？有急事儿啊？我在外面，不太方便。你找张伟吧。张伟关机了。那我也不知道啊，文件应该在他电脑里，你找我也没用啊。王哥，轮到你了。你现在立刻回公司。张伟关机，你也不清楚，这个主管你怎么当的？老板，我这边离得远，还喝了点儿，你看能不能先让张伟处理？以前晚上6点是客户窗口，现在晚上6点是全员消失现场。老板，客户只给2小时，现在已经6点20了。查邮件备份，查旧群文件，所有和史密斯有关的附件都打开。这些都没有签字，他平时到底怎么归档的？他以前说客户都在他脑子里，那现在他的脑子关机了。陈总，我们今天联系不到任何人，货卡在口岸，每多拖1小时都在产生费用。我很抱歉，我正在处理，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们能够解决。不关心你们内部出了什么问题，今晚不能完成清关，后续订单全部暂停。后续订单就是下个月那批300多万。是，就是那笔史密斯项目货物卡在口岸，需要迁降清找文件。负责此项目的同事，请立即回公司处理。他们看见了，看见不等于会回来。现在已经下班了，请在工作时间内沟通工作事宜。他这时候还说这个，截图。我已经保存了。这算默认都不来了吗？不来也是一种答复。今晚找不出来货退回去，大家都不用睡了。5点下班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有人把下班当成了把责任扔地上的按钮。老板，找到了一个半年前的模板，但签字页不对。先别删，拿来比对造段。这个能用吗？不好看，但能救命。像素对上了，编码也对上了。再查一遍，错一个字，今晚白熬。货算保住了，只是没掉下去。是不是最后通牒？差不多。客户现在要看的不是道歉，是我们还能不能把事情做稳。老板，张伟到现在还没开机，王强也没回。明天怎么办？9点开会。全员9点开会。他们是不是以为只要不回就跟自己没关系？明天让他们自己解释。我先把时间线整理出来，别漏掉已读时间。明白。要不要再给王刚打一次？不用，主管失联这件事，明天让他自己说。这下说不清了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昨晚6点，史密斯先生的货卡在口岸，2小时内需要清关文件。史密斯，你跟了3个月的那个。老板，我昨天手机没电了，我不是故意关机。晚上6点打你关机，7点打你关机，凌晨2点还是关机。王强，我打你电话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朋友聚会，背景音乐挺热闹。然后是理解的回复。老板，我那个表情是手滑，我当时在接孩子，没看清。你的手滑就划掉了一个项目。可现在不是按5点下班了吗？下班了为什么还回？下班可以不处理不属于你的事，但你昨晚那句话发出去以后，整个群彻底安静了。我只是提醒大家有边界，这有错吗？边界不是挡箭牌，尤其是你根本不负责项目，却很会替负责项目的人喊停。现在货保住了，但仓储费、协调费和客户信任损伤已经产生。史密斯先生要求7个工作日内看整改方案，否则后续订单暂停。后续订单300多万那批，是，就是那批。你们昨晚丢掉的不只是公司的一封邮件，迟到扣款只是小账，真正的大账是客户的损失。老板，史密斯一直跟我关系不错，昨天是特殊情况，他不会真停吧？你跟客户关系不错，那怎么客户急要文件时你关机，这叫关系不错？我真没想到会出事，以前8点下班，晚上都有人在，突然改成5点，大家还没适应。谁要求改的？是公司自己发的通知，通知是按你们诉求发的。我给了你们正常作息，可客户邮件上写着2小时，你们让客户等吗？你们的5点下班，改不了客户那边的2小时。还有这个，客户说他们看到了平台上的公开视频，对我们内部管理产生疑问，要我们给出解释。我没发给客户。你发到公开平台，就等于谁都可能看到。客户邮件里写得很明白，他们不是只担心一次延误，是怕后面合作还出问题，是担心我们公司内部混乱，后续项目没人能稳定交付。张伟，你2万多骑成悬了。李姐，你那笔项目奖金也不好说了，这就是结果。王强，主管绩效同样没了。我只是表达不满。你表达不满，为什么不说下午2点上班？为什么不说每天只工作6小时？
为什么不说2000补挑和免费野餐？老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稳客户。你昨晚接电话的时候也知道要稳客户吗？今天上午所有相关资料归档，中午前写出客户整改说明，下午2点前给出项目责任和备份名单。我马上弄。客户这次不是抱怨，是警告，下次就没这么好说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们终于不再喊口号，因为客户邮件里的每一个字都比直播间弹幕贵得多。这是客户看到的视频，播放量不低，评论区已经有人认出公司名称。我又没直接写公司全名，工牌拍进去了，门牌也拍进去了，这就跟点名没区别。你不写，别人会认。对接海外客户考勤调整，你想发是你的选择。这看着确实像老板硬压人。你看，大家都会这么理解，不止我一个人。因为你只给了他们这一半。老板还拿走人威胁我，叫我滚蛋。这段客户也能看到，别人不会替你补前因后果，只会觉得公司在内斗。完整内容4分多钟，他发出去的不到1分钟，一半都没有。我只是捡重点，现在谁发视频不捡？捡重点，不是捡事实。你这捡的确实太狠了。你昨晚不也说下班了吗？现在装什么好人？所以今天不是只说他，谁点赞，谁沉默，谁失职，一个个来。秦月月，你以为视频只是给网友看的，现在客户也看到了。我可以删，删掉不等于没发生，你要做的是更正。更正什么？还要改什么？更正你没说的事实。下午2点上班，每天6小时，2000交通补贴，免费晚餐。还有，你没有经过同意拍摄办公区。别再想换个说法糊弄过去。我知道了。视频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骂声有多响，而是他跑得比真相快。现在不吵，看材料。原制度，下午2点到晚上8点，每天6小时。写得很清楚，晚间交通补贴2000，免费晚餐，所有人签收过。我入职那天人事催得急，我没细看。你签了没看，不代表公司没说。早高峰是真多，所以你们以前避开了他，现在这些是你们自己要回去的。点赞名单里有王强、张伟、李姐，还有部门其他几个人。我那是手滑啊！我用的是小号，你们怎么认出来的？小号头像是你的车，不难认出，而且昵称也不难认。第5项，客户损失。仓储费和协调费已经产生，史密斯先生要求整改方案，否则后续订单暂停。你们平时觉得每件事都不大，已读不回、关机等等行为，现在合起来就是客户眼里的不专业。这些都要算到项目里。客户不会替我们分辨谁只是手滑，谁因为手机没电没回，他只看结果。老板，我承认是我管理不到位。等会儿再说你。那你现在是想把所有错都推给我？我不会只算你，你是导火索，不是全部火药。这话现在说挺晚的，先听老板说吧。接下来，一个个当面说清楚，把账理清楚。先说你视频，我只是表达不满，网友怎么看是网友自己的事。你标题写的是老板逼员工晚8点无偿加班，这不符合事实。你没有说下午2点上班，没有说每天6小时，没有说交通补贴和晚餐。标题不写狠一点，谁看？你终于说了句实话。可我没想到客户会看到，也没想到事情会影响这么大。你没想到，不代表不会发生。一定要写那么细吗？谁会看那么细？要写清楚原工作时间、日工作时长、补贴、晚餐、视频缺失内容。那我账号怎么办？以后怎么办？300多万订单悬着，你还惦记账号？你少装！昨晚你不是也关机了吗？你们看，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。每个人都能指出别人的错，却都想把自己的那份缩小一点。我可以把原视频删了。客户已经看过，截图也已经传开了，删掉没用的。删掉只是让别人觉得你心虚。所以说了，不只算你。你的更正今天发，发完之后把办公电脑工牌账号权限交给小孙。什么意思？你的实习期到此结束，就因为一个视频？因为你不看事实，不守规则，还把公司和同事一起拖进镜头里，不负责任。我才来1周，1周还不够吗？你要大家跟着你一起继续赔钱下去吗？不是未完整说明，是遗漏关键事实。每个漏掉的字都要补回来。知道了。继续，照实往下写。他最擅长把话说给别人听，可这一次，他终于要把真相说给自己听。王强，你是主管，你先说。老板，我错了，
我不该点赞，也不该昨晚不回来，只是不该点赞。我管理不到位。太空，换一句能落地的。秦月月冲进你办公室，我没拦。他在办公区直播，我没制止。视频发出去后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处理。昨晚客户急件，我也没扛住。你昨晚在哪儿？朋友聚会。在歌房吧，电话背景音乐挺有劲。客户急要清关文件，你第一句话是找张伟。张伟关机，你说你也没办法，这就是你说的负责。王强，你拿主管工资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说没办法。我当时喝了点，脑子也乱。你不是脑子乱，是心里没把责任当回事。直播时你怕得罪秦月月，点赞时你怕得罪同事，客户出事时你怕担责，你谁都想不得罪，最后把客户得罪了，这就是下场。昨晚客户第2通邮件发来时，您还没回公司。老板，我可以降职，主管我不当了。出事前你是主管，出事后才说不当，太晚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你不是不知道出事了，你是知道了，也选择不说，置身事外。我当时想着，万一我一回，大家就觉得我站公司这边。你本来就该站在工作这边。中午前，把你负责的客户资料位置、权限未完成事项列出来，不要写可能、应该、不确定。好，还有一份你自己的说明，为什么没制止直播？为什么点赞？为什么客户急件不回来？明白。写完交小孙，别再让我追。这次不会再拖了。主管最怕的不是能力差，是没有担当。能力差还能补，没有担当只会让整个部门陪他躲。老板，我承认昨晚关机不对，但我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儿。我真的是没有调整过来时间。之前8点大家都在的，谁想到这第一天就出事？谁要求改的？可通知是公司发的。你们要求朝9晚5，我同意了。客户急件来了，你负责的资料在哪儿？我电脑里。为什么不在共享盘？我本来想今天整理。你这个本来想，差点让客户的货回不来。史密斯项目你跟了3个月，下个月提成2万多。你平时说客户跟你熟，关键时候客户找文件，你关机。我手机真没电了，不是故意不接。在上班的时候不能把文件归纳，不能交代备份，不能告诉主管资料在哪儿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充电宝完全找不到吗？你昨天在直播里说8点下班影响社交，昨晚5点下班了，确实你的社交没被影响，但300万的客户被影响了。老板，我以后绝对不关机，您让我几点下班我就几点下班。公司不是要管控你的生活，公司给你项目，你就应该知道项目不能只活在你手机里。那我的提成，先把客户保住，再谈提成。草稿最终2确认用，这样无乱注明。张哥，你自己半夜回来找，也未必找得着。我以前都记得住，所以这次我不再相信记得住。你跟客户熟，不代表文件可以跟公司不熟。我怕共享出去，别人接了我的客户。客户是公司的，今天之内把史密斯项目所有资料交出来，客户邮件、报价、版本一项别漏。好，别只交文件，把缺口也标出来。我明白。我来核交接。老板，我知道我也有错，但我昨天真的是去接孩子，手机信号也不好。我知道你要接孩子，我家里情况你也知道，房贷、孩子补课、老人看病，哪一样都要钱，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那你为什么在秦月月视频下面点赞？我就是手快，后来我也后悔了。这不是手快，你还留了一句，说晚上8点下班没时间陪孩子。你说没时间陪孩子，所以公司按你们的意思改成5点下班。昨晚客户急件，你在群里看见了？我当时在路上，真没看清。你回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。我以为是在回别的消息。李姐，你在公司3年，我不是不知道你辛苦。你孩子生病，公司批过假；你房贷紧，公司提前发过奖金。下午2点上班，也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家里有事的人能喘口气。公司体谅你，不代表客户也体谅你。装箱单状态你没同步，项目群里你没说明，公开视频你跟着点赞，你不能一边拿着制度给你的方便，一边在别人剪掉制度背景时当看客。老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扣奖金、调岗都行，别让我走。我记得你的辛苦，也记得昨晚我找资料时你回的是什么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。我相信你不是故意害公司，但客户不会因为你不是故意就把损失抹掉。今天不是论谁可怜，昨晚我在办公室翻文件时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
但客户没有。把行政资料、供应商联系人、补贴记录和晚餐记录交给小孙，今天之内。好。版本状态也写清楚，别再让人猜。我写。行政资料缺一项，后面所有人都要跟着找。所以今天补足，不要再留尾巴。我补，我都补。老板，真要到这一步吗？打开看。你要让我们走？我们是犯了错，但没到这程度吧？一晚上产生近10万的仓储和协调损失，客户发出后续订单暂停警告，300多万项目悬着，你觉得这程度还不够？我可以降职。你昨天是主管，客户急件来的时候也是主管，现在说降职，太晚。老板，我家里真不能断收入。我知道，但公司不能靠勤奋替所有失职买单。今天下午5点前完成第1轮交接，客户资料、权限、供应商联系人、未完成事项都要写清楚。现在又要晚上继续？不是公司让你加班，是你们把该完成的东西拖到了今天。15分钟看通知，看完签字，签完开始交接。行，我签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希望你下个地方手机能不关机。那我呢？你实习期终止，电脑、工牌、工作账号现在交给小孙。我才来1周，连转正考核都没到。公司给过你学习期，你拿来迟到、直播、剪视频。我账号那边还没处理完。账号是你的，后果也是你的。公司这边只收回你碰过的工作资料和权限。邮箱、系统、共享盘、门禁，一项项退，别再说自己没看清。我今天就走。现在交接，交完就走。公开视频的后续，平台怎么要求，你怎么补。小孙，史密斯项目最终版都放进去了，文件夹名按你说的改了，还差客户历史报价。那个在我私人云盘，现在转出来。老板，这些客户我以后还能联系吗？交接完成前不要私下联系。我又不会撬客户。你昨天也说不会出事。餐补名单、交通补助记录、手册签收页都在这个文件夹。晚餐供应商我也交接了，我看一下。那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老板，业务1部就这么空了？不是空了，是该清的清掉了。史密斯那边还有整改方案，其他客户也要跟，就我们俩扛不了多久。所以现在招人，跨境供应链业务主管。提高这么多？要找能扛事的人，钱不能装省。工作制还写下午2点到晚上8点吗？6小时交通补贴、免费晚餐都写，也把客户窗口和责任写在最前面。这次还继续保留福利？保留，但给懂规矩的人。那天晚上公司看起来像少了1半人，可我心里反而踏实。烂掉的地方不清掉，薪资也涨不出来。老板，这封客户邮件我先归档了，还有3个面试约在明天下午。辛苦，这个月给你涨3000。老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但你做了3个人的活，钱也要跟上。谢谢老板。又来了。海外那边刚上班。你已经连续好几天睡办公室了。再怎么样都得先把客户稳住。老板，您这样扛不住。扛不住也得扛，公司还在，客户还在，就不能让他倒在这儿。今天的招聘面试正常启动，继续筛选合适的人手。好，马上对接今日面试名单。6小时挺好，那8点以后就完全不回了吧？紧急项目要闭环，有直手补贴。又一个只看福利的。继续筛，继续找。现在我听见6小时3个字，第一反应是看他后面问不问责任。问责任的留下，只问便宜的算了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一家公司空几个岗位，其他人会有多累。所以这次招人宁可慢一点，来了又走，我们还得重新交接。这个履历不错，约他下午，希望他能接住。最难的时候不是没人来面试，是你必须一边堵客户的洞，一边重新挑能守住洞的人。陈总，赵启明，比约定早。第一次见面，迟到很难修第一印象。你看过岗位说明了？看过，下午2点到晚上8点，6小时，每月交通辅地，包晚饭，对接海外客户。傍晚到晚上是重点窗口，需要紧盯。
你不觉得8点下班晚？看总时长6小时配补贴和晚饭，不算苛刻。真正苛刻的是嘴上朝9晚5，晚上照样找人，还不给规则。这是现状，团队刚调整，客户还在观察。我先看10分钟。你看得挺细。出过事的项目不能只看最后结果，要看它怎么歪的。你看出什么？资料不是没有，是散。责任人也没有及时跟进。客户生气不是因为一次延误，是因为觉得下次还会延误。这待遇放在外贸圈真不差。我上一家公司早8点半到晚上9点，周末还常被叫，补地1分没有。所以你不觉得这制度坑？坑不坑看规则清不清，清清楚楚写出来，还给补贴和饭，这叫安排。嘴上不说，临时喊人才叫坑。如果你接手，第一件事做什么？先做3张表：客户时区表、资料归档表、责任备份表。没有这3张表，谁声音大谁像负责人，最后一定乱。工作制能接受吗？能，甚至我觉得合理。海外客户上午上线，国内就是傍晚，这个窗口没人接，供应链做不稳。薪资按岗位上限，试用期1个月，目标是稳住史密斯，重建业务1柱。可以，但我也提2个要求。说，恢复原制度时，把值守、滚档、主备责任写进确认书。招新人时做情景题，别只看简历。老板，这个像真来上班的。真的是6小时，中间不玩隐形加工吧？你问得好，今天先把这件事说清楚，讲明白。工时，下午2点到晚上8点。福利，2000交通补贴和免费晚餐。责任，客户窗口、文件归档、值守闭环，3件事绑在一起，不要只拿1件出来看。8点以后客户追问怎么办？看值守表，轮到谁就问谁，不是你的班不用装在线，轮到你的班就必须严防死守，客户找人必须在。这样反而清楚，值守有记录，也有补贴，谁处理了什么，表里都有。这也算公司固定福利？算也不算，它是晚间工作制的配套。吃之前先看值守表，今天我值守，你们旁听。第1天就旁听客户邮件？旁听也是学习。老板，晚餐供应商说还是以前那要参标。交通补贴也恢复了，制度恢复，配套也都恢复。日期和上周确认邮件一致。我把来源邮件放进摘要，权限已开，只读。好，我回复。以前这一步可能只在张伟嘴里，现在至少在表里。同样一顿饭，吃法都不一样了。知道饭从哪儿来，就不会一边吃一边嫌碗丑。这个记录我爱看。该拿的拿，不该乱拿。那晚餐能投票吗？能，先把手册看完再投。以前听说公司包饭，我还以为是噱头。福利是真的，责任也是真的。这比口头承诺清楚，大家也明白。福利恢复那天，没有人喊万岁。可我看着那几份被认真吃完的晚饭，心里反而比以前踏实。老板，外面有2个人找您，说是以前的同事。老板，好久不见啊！你们这是？我们最近在外面看了几家公司，怎么说呢？环境真不行，有的单休，有的晚上11点还回客户消息，补贴1分钱没有。我也面了几家，工资低，没餐补，通勤还远。有一家试岗第1天，晚上9点还让我整理合同。跟外面比起来，咱们公司以前真是好地方。老板，我们真知道错了。以前是我们不懂事，被几句话带着跑，连自己端着什么碗都没看清。对，我们保证以后好好干，值守我也能值，资料我也都归档，您让我从普通业务做起都行。以前你在这儿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。老板，我们真知道错了，您给个机会让我们回来吧，以后我肯定好好干，再也不跟着闹了。都有人了，岗位不能空着，总要有人干活。老板，我们不要求原来的待遇，您看缺什么岗，我们补哪儿。我行政也能做，前台也能顶，只要能回来，我都行。不行。老板，您再想想，我们毕竟是老人了，业务熟，客户也熟。公司已经招满了，每个岗位都有人。他们走后那半个月，您白天面试，晚上自己盯客户，几乎没怎么睡。所以现在坐在工位上的人，不是随便凑的，每个位置都有人扛事。那新来的人肯定不如我们懂业务啊，您把他们调整一下，空出位置也行。张伟，你在公司的时候觉得制度不好，福利不行，下班太晚，
你跟着实习生起哄，点赞他的视频。客户找你，你关机；公司叫你回来处理急件，你在群里沉默。我那时候确实糊涂了。现在出去转了一圈，发现外面更差，就想回来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公司不是旅点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老板，我房贷这个月又紧，孩子费用也压着，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李姐，你在公司3年，公司不是没照顾你，公司给你调过假，提前发过奖金，也因为你住得远，保留了交通补贴。我知道，我以前没珍惜，我真的错了。你不仅没珍惜，你还在别人断章取义的时候跟着点了赞。那我们以后再投简历呢？可以投，但公司这里有完整记录。老员工不是通行证，老员工更该知道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史密斯那边今晚没新问题，日志已经发了。周然把以前遗漏的客户口径补完了，辛苦。客户口径能补回来，客户信任补起来慢。你以前把东西放在自己脑子里，别人接手才知道有多费劲。你们说外面不容易，我信。可外面不容易，不代表公司就要把过去的错一笔勾掉。岗位也确实都满了。满不满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些门关上，是因为里面的人自己摔门出去。那新来的人真的能比我们强吗？他们现在未必比你们熟，但他们知道资料要归档，消息要回应，福利不是白拿，光这3点就够了。老板，真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你们离开时签的是解除通知，不是暂离申请。走吧。那我们走了，路上小心。老板，这条线算结束了。算。我还以为您会心软。心软换不来教训，不能再错一次了。刚才我也差点心软。所以制度要写在前面，靠心专管公司，最后谁都难受。他们以前留下的问题，我们会继续补，客户那边不能再乱。登记表怎么处理？留档。连这个也留？留着提醒我们，福利给出去容易，收回来难。人走出去容易，再想回来，不是说一句后悔就行。史密斯项目明天下午还要一版进度汇总，你带周然做，以前的坑按流程慢慢填。明白。老板，秦云一那边还没完，那就继续把这笔账算清楚。要不要先让他补文字说明？文字不够，他用视频误导，就用视频把话说明。他之前那条更正太软了，只写背景不完整，没写缺失了哪些事实。给他打电话。我不是已经发过说明了吗？平台要求补充。我都说了背景不完整，还要怎么说？说完整。能不能只写公司有其他福利，不要写2000补贴和盒晚餐？不能。那能不能写拍摄不完整，别写发布不完整？问题不是拍没拍到，是发出去时没放完整。写这么清楚，我账号就真的完了。你发第1条视频的时候，公司也差点完。本人此前发布关于炎润供应链下班时间的视频时，遗漏公司原制度背景。公司原工作时间为下午2点至晚上8点，每日6小时，并提供每月交通补助及免费晚餐。原视频仅截取部分对话，未呈现公司解释工作时长及福利安排的内容，导致观看者产生片面理解。加办公区未经同意出境。好，我之前真的以为我是在替大家说话，他们现在都怪我。他们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我知道了，我先把这份发出去。他这回应该不敢乱发了吧？不敢不等于懂，至少他这次没躲镜头。先看他后面怎么做。一定要录吗？文字不是挂上去了？你当初开口的时候，评论也在骂别人，照着念就行吧。别像被免责条快，把事实说清楚，这样就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秦月月。此前我发布了一条关于炎润供应链下班时间的视频，因为表达不够准确。停。又怎么了？这样不行吗？表达不够准确太轻，你不是用错一个词，是漏掉了关键事实。改成我没有说明完整事实，你重新说。我以前觉得站在替大家说话那边就不会错，现在我知道，我连大家怎么上班、拿什么福利、客户为什么晚上在线都没弄清楚。我没弄清楚，就把视频发了出去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前面事实保留，后面这段也保留，发不发你自己决定。发了以后，我账号可能真废了。不发，你就是等风头过去。我发了。至少有人看见这一句了。那我以后还能找工作吗？能不能找，不取决于这一个视频，取决于你以后还会不会这么做。我下次会先核事实。
我准备材料。何家，邮件时间线。从首次需求到补救发出，异常点标红，补救动作标蓝。孟宁，权限。史密斯项目只保留5个人权限，历史版本锁定。这汇报顺序听着真舒服。客户还没点头，先别舒服。陈总，我们今天要决定是否继续当前订单。明白，我们会展示修正后的流程和责任团队。我们不会说这只是误会，这是流程失败。下面是已经落实的控制措施。先看文件控制，谁批准第3版？我复核。陈总本周最终审批，有风险，所以我们不靠记忆，靠文件夹、责任表和响应日志。新人按流程做，比老人把文件藏在脑子里更安全。当前订单继续观察，连续3天发响应日记，如果流程有效，再谈下一批。谢谢，我们会按时提交。7点半前发送第1份响应日报，按客户时间排序，不漏人，不漏文件，不漏下一步。至少客户愿意再看。愿意看不等于信。接下来3天，一条日志都不能漏。那今晚从哪条开始？从昨晚最乱的地方开始，把它变成最清楚的地方。今天响应记录还差最后1条客户确认。史密斯助理6点58回了，说付款说明没问题。链接我核过，客户只读权限正常。再等10分钟，看有没有补充问题。7点半准时发日记。还有一个新附件，我看附件。我先见临时文件夹了。不见临时文件夹，按订单号加样品追加，版本从第1版开始。周然看附件，何家回头想，孟宁等确认再开权限。手想怎么写？我口述。我们已收到样品追加请求，周然正在核附件。我们会在北京时间8点前确认能否并入当前清罐包。发了。这算接住了吗？算没让它掉下去，接下来才是报价。你们1个2个都很会压喜气。样品清单、响应日志、客户确认截图，3项同步归档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8点后至20分钟，补贴照算。规则写了，就照规则来。原来加班不可怕，不清不补才可怕。记住这句，以后别让客户替你记，也别让公司替你猜。原来多留20分钟，也可以留得明明白白。写清楚，就不是糊涂账。新团队没有喊口号，他们只是把该做的事一件件放回该在的位置。3天响应数据要单独做1页吗？做。客户愿意重启报价，不是因为我们嘴甜，是因为这3天没掉链子。报价附件权限只开给史密斯和助理，现在连权限都开得这么顺，被你盯怕了。恐惧也是生产力的一种。你们报价不是最低，是。那为什么接受？因为这份报价包含响应窗口、北分责任人、紧急出货日志和单独样品清录，最低价不包含沉没风险。服务条款接受，费用再让一点。老板，如果这单确认，本月营收接近翻倍，利润扣掉前期损失没那么好看，但现金流稳了。奖金盘能留多少？你现在就发。值守补贴、项目奖励、流程补救奖励，按表发。订单还没完全结束，所以不是庆功奖，是规则该发的。这钱拿的比白捡舒服，为什么？因为知道自己干了什么，也知道下次还得干什么，还知道乱干会扣什么。很好，你们终于听懂账本说话了。这是不是说明规矩守住了，钱也会回来？差不多，公司赚到钱，才有资格继续对员工好。这个月数据接近翻倍，但前面那笔损失也在账上。高兴可以，别忘本。忘不了，白板上还贴着那几个字，比奖金还醒目。公司回暖不是因为少了谁，也不是因为多了谁，是终于有人把该做的事按该有的样子做完了。老板，这规格是不是有点超预算？你少说2句，财务今晚闭眼。小孙姐闭眼比睁眼还吓人。我说2句，我来公司不到1个月，实话说，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制度。下午2点上班，6小时，包晚饭，发补贴，放在外面，很多人听了都不信。我面试时也以为是噱头，所以更要守规矩。福利不是白来的。那我们敬老板一杯，敬团队吧。客户不是我一个人救回来的。我现在看到下班时间4个字，都有条件反射。下班没错，
错的是把责任也一起下掉。那以后文件名谁再写最终版，罚他请奶茶。不行，容易形成奶茶激励。罚他重命名全公司历史文件。今晚公司请客，别把鱼也归档了。行，吃完再看。今晚可以轻松一点，但明天还是下午2点准时开工。明白。庆祝归庆祝，客户归客户。谁值守谁回，我今晚不抢活。我值守，10分钟内回。看见没？这才叫吃饭也不乱套。这杯敬值守表，也敬文件正确注明。文具名确实救命，还有日志。都敬，别露相，别漏了餐费。那顿饭不算多贵，可我看着他们笑，心里比任何一次签单都踏实。因为这一次，桌上坐着的是知道饭从哪儿来的人。总算不像临时拼起来的了。同一张桌子，有人拿来堆借口，有人拿来放流程。老板，你还没走？你不也没走？奖金和补贴刚核完，赵主管今天值守到9点，1分钟不多，1分钟不少。他会检查公事。他这种人，财务喜欢。这3个词快成公司祖训了。比团结奋进有用。那肯定。张伟和李姐以后真的不回来了？不回。李姐其实挺可惜。可惜和适合留下是2件事。还写？明天拍下来，放进新员工手册第1页。这回没人能说没看见。看见不代表会懂。也是，还得签字。但签字也不代表会做。所以还要看交付，得看他们最终成品。这样挺好。什么挺好？工位上终于有明天的事了。以前这地方只剩昨天的坑，所以才要填清楚。陈总，我已经收到会议材料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。客户回了。说材料看起来不错。这算夸吗？对他来说，算。史密斯这单如果签下来，比之前还多。多60万，我们让了一点价格，赵启明加了更细的服务方案。那这一路也算没白熬。不算白熬，但也别忘了怎么熬过来的。明天电话会，我把材料再核一遍。史密斯愿意回头看，是机会，不是保证。懂，不能再让人家替我们收拾烂摊子。老板，您现在还后悔开掉他们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后悔的是拖到客户出事才下这个决定。一家公司要活下去，靠的不是谁喊得响，也不是谁哭得惨，靠的是客户发消息时有人回，文件要归档时有人做，福利给出去时有人懂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老板，你也开始按流程回复了？被你们带出来的。挺好。回路截图发我补进客户日志，权限已经开给赵主管，其他人只能看不能改。周然，别截图直接发客户，先发项目群，大家先看看。知道。以前我可能手快，现在手上有刹车。不错，业务1部终于装上刹车片了。小孙姐，你这表扬怎么听着像修车？能开不翻就行。客户晚上7点多回消息，算正常吗？对我们算正常。5点到8点是客户窗口，窗口内必须有人盯，窗口外不乱承诺。那晚饭呢？晚饭在这里，别一边羡慕福利，一边忘了他为什么有。明白。何家，客户摘要写了吗？已写，第1批样品入仓，追加批次预计明天下午完成复核，紧急文件已由主责确认。周然，金额，费用按锁板报价走。仓库如果临时加费，我先要明细，不直接认。孟宁，权限。资料盒只留一个最终版，旧版进历史记录。好，发客户。这阵子总算不像天天救火了，旧的不要了，留档，墙上放新的。也对，日子总不能一直挂在那场风波上。规矩守得住，福利才留得住。前者留下，后者出局，就这么简单。老板，走吗？走，明天下午2点，准时开工。